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第三代灵宠风伯。三代灵宠一共只有4只，这4只抽完后就会正式进入 SP 灵宠的时代，到时也会使用新的灵宠卷来抽取。回到本期视频的主角风伯上，风伯的出战的技能会对敌方全体造成 58% 的伤害，同时还会额外对敌方造成伤害最高和治疗量最高的单位，分别造成 108% 的伤害，并使他们进入2回合的乏力状态。进入乏力状态的目标，每次行动后都会有 50% 概率进入止息状态。进入止息状态的目标无法行动也无法恢复怒气，效果会持续1回合。止息在前2回合是无法被解除的，这里又在玩文字游戏了。由于它用的是不可被解除，所以不管是驱散还是不练师的清除都对它无效。止息就是专门用来对付 SP 关羽的，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专门设计来对付 SP 关羽的技能了。不过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技能里，风伯的乏力却是最简单粗暴，而且又有效果的。他直接把 SP 关羽的再动砍成只有 50% 概率发动成功了，让 SP 关羽变成时而灵，时而不灵。风伯的乏力针对的是在首回合造成伤害最高和治疗量最高的武将，所以你无法通过调整义工来避开被技能锁定，这是实打实并且不能作假的目标。而且风伯的乏力一下就是2回合，这个打击对于 SP 关羽还是很大的。风伯的乏力针对的不只有输出端，就连治疗量最高的目标也顺手被他给打击了。目前还无法确定专5不练师的被动补血是否会受止息影响而无法发动，但比起白泽对中复命中武将施加控制的效果，风伯的控制人数虽然比较少，但却更有针对性和致命性，因为它直接限制了你的队伍的输出能力和回血能力。除此之外，风伯还有一个每回合开始会发动判定的场地效果。风伯的场地效果启动条件有2个，第一个是己方上回合无人阵亡，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只要上回合我方没有死人就行，这个第1回合是一定能达成的。第2个条件是场上没有大风，大风就是主战风伯发动的场地效果，它会使我方处于顺风，使敌方处于逆风，效果持续1回合。意思就是双方只要有人先发动了风伯的场地效果，另一方就无法再启动场地效果。发动的一方在这1回合就会被固定为顺风效果，而没有发动的另一方就会被固定为是逆风效果。灵宠的释放顺序是按战力来排序的，所以战力高先手的一定是顺风，战力低的一定是逆风。处于顺风的一方攻击时，若最终暴击率高于主目标平均最终抗爆率 50% 及以上，暴击伤害就会提升 60%， 不足 50% 时，则会获得 50% 的最终破甲率，并且还会对血量在 50% 以下的目标额外提升 50% 最终破甲率。用人话来讲就是顺风会使高暴击的武将暴击伤害提升，使暴击率没那么高的武将破甲率提升。也许还有很多人不晓得破甲是什么，所以这边就再解释一次。首先，破甲和暴击一样，都是触发后就会使伤害倍率提升的高级属性。破甲提升的倍率是 1.5 倍，暴击则会再受暴击伤害的影响，而会有更高的倍率。破甲的倍率虽然没有暴击高，但它胜在破甲伤害是可以无视护盾、反弹和格挡率的。在目前这个护盾和格挡率称王的时代，能直接无视护盾和格挡率的 1.5 倍伤害，也是很可怕的。破甲本来是 SP 关羽专属的能力，但在有了顺风风伯后，就人人都有机会破甲了。处于逆风的一方，在造成伤害前会有 30% 的概率触发失手，该次伤害无法超过自身最大生命的 50%。若未触发，则使下次概率提升 10%， 触发后还原。处于逆风的一方就等于是被锁了伤害上限，而且每次触发失手后，最终增减伤还会被降低 20%， 最多可被降低 100%。
这个技能真的是既如其名，一开始就让对方处于逆风之下了。在原本就有战力差距下，如今再加上风伯顺风和逆风的开场技能双重搅局下，低战想越高战就更加困难了。当然，处于逆风的一方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反制的。如果双方的实际战力只差一点，只要逆风的一方有能耐先让对方减员，并且维持自己不被减员，就可以在下回合完成逆风翻盘，把自己变成顺风的一方。当然，这是很难发生的，尤其是在 SP 诸葛亮登场后，第一回合根本就是在空转，根本没有机会造成减员。小结。从以上的分析就不难看出，风伯是个非常重要的主战灵宠，不管是乏力的控制能力，还是顺风逆风的效果，都是你没有就会很难受的。假设你是战力高的一方却没有风伯，那么战力低的一方轻易的就可以打出顺风开局，让你陷入逆风。如果你们的实际战力并没有差很多，那么有风伯的一方分分钟就有能力让你翻车，实现越战。风伯会成为最新的人权主战灵宠，它的技能完全没有使用门槛，而且还能有效的限制当前最强的输出 SP 关羽，所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抽的灵宠。在接下来的版本，除了火烧队主战不会使用风伯外，其他队伍基本上都是用风伯来当主战的。这个情况会一直持续，直到 SP 灵宠上线为止，风伯才会被取代。风伯的场地技能是3星才有的，所以推荐最少也要抽到3星才能上场。如果有能力的，当然是最好直接抽到5星了，因为只有5星风伯的止息才是不可解除的。接下来是风伯的助战技能，助战风伯简单来说就是给火烧队专用的。风伯会在战斗开始时将场地变为狂风大作，使敌方全体的灼烧抗性下降 20%。并且每个敌方单位每被施加6次灼烧类的异常状态后，身上随机3个灼烧状态就会被扩散至相邻武将。助战风伯的第二个效果会使我方全体每累计普攻8次，就引爆敌方随机3个武将的3个灼烧类状态，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助战风伯的技能其实和朱然有点像，都是集中在放火和引爆灼烧。助战风伯的第3个技能会为我方全体武将施加羽化状态，持续5回合。羽化会使异常命中提升 50%， 并且每一次当敌方武将受到灼烧类伤害时，持有羽化的我方单位最终伤害结果增加和减免都会提升 2%， 最高可以提升至 40%， 效果会持续至羽化状态结束。目前的火烧队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慢慢等待对方行动后才能触发灼烧的队伍了。以火烧队目前高频率主动引爆灼烧伤害的玩法，要将这个 40% 叠满也是轻轻松松而已。羽化除了能减伤，它还能复活武将。若持有羽化的武将被击退时，我方在本回合引爆过敌方灼烧的次数不少于5次。就可以消耗全体羽化1回合的持续时间，来使该名武将满血复活。这个复活虽然无法复活被斩杀的武将，但它至少可以给火烧队被斩杀以外的复活保障，让火烧队在面对没有斩杀的队伍，比如女团时，不容易被减员。这是火烧队的蔡文姬加强版。总结，助战风伯在输出端和防御端上都给了火烧队一些小提升。最重要的是，它让灼烧队重新有了属于自己的助战灵宠。毕竟现在灼烧队所使用的助战灵宠几乎全都和灼烧无关。助战风伯是火烧必抽的灵宠，陆服火烧现在的助战灵宠也还是风伯，所以直到 SP 火烧灵宠出来前，它都可以用。助战风伯要4星才有普攻引爆，5星才有复活，所以是比较推荐最少也要抽到4星的。没有4星的风伯，在有 SP 关羽在队的前提下，也可以将它放到主战来触发助战4星的效果。不过这样做就会失去一个火烧主战灵宠的位置，只是权宜之计。风伯上线后，最大的受益者是火烧，其次是女团。经过风伯的大风吹后，现在的队伍也会变得比较平衡，就是火烧克女团，女团克蜀国。
蜀国又克回火烧，成三足鼎立之势。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